他应该是出现了脑梗，才发生了车祸。不管谁先谁后，这个事儿跟你们心外有什么关系吗？情况怎么样？主任，汤主任，这是台急诊，我会尽快准备好的。这台手术是我们叶主任主麻，他一会儿就到。好，知道了。江百烈，CT 还有检查结果。患者郑美棠，女，68岁，因车祸入院，神志还算清晰。她自述胸痛、呼吸不畅，从 CT 检查发现主动脉撕裂造成了夹层，其他的检查结果我们还在等。他的位置比较靠上，主动脉瓣应该可以保住，具体情况还得开胸再定。郑美棠是吗？我是唐医生，你的手术我给你做，不用紧张啊。唐医生，我丈夫他怎么样了？开车的就是她丈夫，颅脑外伤，现在还在省外抢救呢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你丈夫现在在神经外科，等一会儿你手术完醒过来，他有什么情况告诉你，好吧？都是我不好，今天他人不舒服，我还让他开车，他早上就说头痛的厉害。出事前他头疼啊，他这几天心口闷，脚上还长了个白斑，也说痛。脚上长了白斑啊。麻醉来的比外科还晚啊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点事儿不在科里。郑奶奶，我们开始做麻醉了啊，睡一觉就好了。你等一下，我还有话说。唐医生，替我去看看我丈夫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啊。你不用担心，先麻醉好吧，其他交给我们。你放心吧，有什么事儿神外那边会通知我们的。现在开始麻醉了啊，放松。你们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心外的唐佳瑜。我知道你是谁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那我直说了，于江平因为车祸在神外抢救，据说现在已经脱离危险，转回病房了。我们心外有个病人叫郑美棠，是于江平的妻子。据她的描述，我怀疑于江平很可能患有心脏疾病，所以能不能让我给她做一个检查？可以啊，把会诊单给我看一下。没有请会诊，是因为病人跟我这样说，所以没有会诊单，你怎么能看我们的病人呢？我们神外自己的病人，我们自己搞得定，请回吧。那能不能？唐主任，我们听说了，你有抢病人的爱好，但这是神外，我们崔主任说不行，就是不行。让一下，结果。唐佳瑜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静脉曲张的袜子，不用那么紧张。行了，什么事儿啊？你说你吃饭的时候精神还挺正常，几个小时怎么脑子就短路了呢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啊，你怎么这突然之间发这无名火啊？那不是被你气的吗？崔振强给我打电话说你到神外去抢病人，怎么，在自己的科室树敌还不够，还跨学科得罪人呢？我就知道，薯条三兄弟就是喜欢告状。薯条三兄弟，人家是神外3剑客，都是医院响当当的大神级人物。我跟你说，以后除非神外请会诊，否则你不要再管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真的，你别骗我。我从来不骗人。佳瑜啊，与其到处捅娄子，还不如去研究人工心脏。我说你是不是跟人工心脏磕上了？我都跟你说我不感兴趣，你赶紧去开会吧，好吗？还啰嗦是吧？
你脱袜子了？记住了，千万别惹祸。对啊，在手术室我看他没反应啊，我以为他不在意呢，没想到他真去了。他这次回来，感觉性格越来越乖。你说，当年那个绯闻的事儿，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这一次又见我，感觉是过不去。怎么不可能？我今天跟他吃饭，就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，有没有恋爱，是不是一个人，他一下就不好了。我觉得这些年，8成他还是单身。唐主任还单身？肯定是。行了，我要去开会了。你帮我去趟神外，他如果要惹事的话，你跟老崔熟，你帮我拉拉架。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是我让你帮他。他那自尊心呢，知道了反而会不好。好，我正好要去神外做一个巴比妥诱导昏迷的病人，交给我吧啊。等这个病人啊脑水肿缓解了再唤醒吧，主要是注意护理方面，防止肺部的感染、褥疮。我就是怕这水肿消不下去啊，毕竟病人的基础情况太差了。先这样吧，回去吧。哎，老崔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说，加强护理，防止肺部感染、褥疮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刚才不都说过了吗？都。啊，我说过了是吧？啊，那说过了，那就没事了。你去吧你。怎么回事啊？这跟着我干什么啊？我没跟着你，我是来看病人的。你别跟着我啊！唐主任，于江平在特5间，那间。唐主任啊，我给病人检查一下。老崔，哎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啊，我这不是还没说完呢吗？哦，你说。我是想问问你啊，有没有什么关于帕金森的这个新临床实验？我知道，你原来是为这个事儿啊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爸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去年不是在外院做了脑深部刺激术以后，他就是……别学我爸。这震颤改善了不少，但是走路的姿势还是那样，得吃药控制。你放心，只要咱们医院有新的临床实验，我绝对第一时间告诉你。谁让咱们俩是哥们儿，对不对？还有啊，这事除了你和我，医院还有别人知道吗？除了我们家里人，就你和刘峰了。我感动了，你把我当成你的家里人。你放心，我这人历来是守口如瓶，我这嘴……崔主任，啊，来了。唐主任，你怎么又跑到我们神外病房来了？我是跟你说，我们神外病房的病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这是明知故犯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我今儿必须得给刘副院长打个电话。哎，他又跑到咱们上面。别着急，人刘副院长现在开会呢。病人是先出现脑梗，才发生车祸的。唐主任，你是不是把顺序给搞错了？病人是先车祸后脑梗，车祸造成骨折，脂肪颗粒进入血液循环，通过胃壁的卵圆孔进入体循环，造成脑梗，再加上颅脑外伤，我可是辛辛苦苦做了5个多小时的手术，才把这个病人的生命给抢救过来。你我清楚啊。是你把顺序搞错了。他的太太郑美棠是我的病人。据他描述，于江平在车祸前几天就出现全身难受，而且头疼非常严重。在车祸当天，他也头疼很厉害，本来不想让他开车的，所以我断定他应该是出现了脑梗，才发生了车祸。不管谁先
谁厚？这个事儿跟你们心外有什么关系吗？我刚才给病人做了心脏检查，发现他心脏上长了一颗肿瘤，大概率应该是粘液瘤。大家也都知道，粘液瘤通常都是良性的，可是粘液瘤的质地非常的易碎。病人每次心脏的跳动都会导致粘液瘤的碎片脱落，脱落下来的是硫酸，跟着血液进入体循环，走到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，造成堵塞。所以我认为，现在粘液瘤的碎片堵在脑部，造成了个脑梗，所以是先脑梗，后车祸。唐主任，这是你的猜测而已啊。可以跟你打赌啊，谁赌输了，请对方科室的人喝咖啡。他可跟我打赌。在这儿。真的是90粘液瘤吗？看见了吧？粘液瘤随时可能再次造成硫酸，如果2次脑梗塞，病人的存活率就不乐观了。按理来讲，必须尽快手术，但是他刚刚做完颅脑手术，没有办法耐受我们心外必须要上的体外循环，所以他现在的病情是需要尽快手术。可是他的身体不可能尽快手术。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？唐主任，我们各自想办法啊，我们随时沟通，尽可能保病人，好不好？好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。你赌输了，明天请我们科室的人喝咖啡，我喝摩卡，双份奶油。